大家好。昨天呢出了一趟远门，陆陆续续呢也会把昨天再一次去市桥的水道边上骑行的拍的视频啊，分几期呢跟大家会做分享。昨天呢是一个台风天后啊，雨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呢到外面呢去做了一次长途的骑行。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在回来的路上呢还是淋到了雨。幸好呢在一个大屋村的门口的屋檐下避了一阵雨，但是呢在回来的路上啊，还是在积了不少水的街道上尴尬的骑行。幸好呢及时的骑到了番禺广场，就偷了一个懒，在番禺广场站呢坐了地铁回到了祈福新村。人呢就是这样啊，如果在你饥饿的时候能够给你粮食，你会有最大的满足，感到这个食物的美味。一样啊，在人困马乏的这么一个时候，突然能够有一个地铁站出现在你的面前，能够呢搭乘一段地铁，而且呢从祈福新村啊到番禺广场只有一条地铁一个站的距离，非常的快捷。所以呢昨天的这段地铁的体验啊，觉得好像是有史以来搭乘地铁最爽的一回。所以可见啊，人的这个心情啊是和自己的当时的一种处境，还有呢所处的一种环境有关。这两个方面如果都有了，正好是达成一种最佳的状态，那么人呢就会产生最大的愉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老实一些啊，就在村里头做一个散漫的骑行，就当是昨天长途骑行以后的一个恢复性的锻炼。无意当中呢就来到了祈福新村最靠东边的这个山脚下，也是最幽静的一个地方。以前呢走路开车呢一般都不会来到这里，但是自从喜欢上了骑行呢，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到祈福这一块幽静的地方，享受一下这个山脚下的那份宁静，还有呢就是满眼的翠绿。尤其像今天这样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但是呢天上的乌云还在，天气呢依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凉爽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在村里没有人的这些小道上缓缓的骑行呢，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今天呢就听到了一个消息，也是祈福新村管理处发的一个朋友圈，说是呢祈福新村村外的巴士到昨天呢寿终正寝，完成了他的服务于村民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然他说的是祈福新村自营的巴士，并不是说以后呢就没有出村的巴士了，而是从今天开始呢，祈福新村引进了一个中旅巴士这样的公司，
来继续呢运营由祈福新村去到广州市区的各个点的这个巴士。所以药呢没有换，只是换了汤。但是作为祈福新村来讲，毕竟来讲完成了它一个村外巴士的这么一个使命，让在这边居住了很久的村民呢，多少有一份唏嘘，多少呢感到一些遗憾。正直的说啊，以我来讲啊，我并不是祈福村巴，不论是村外还是村内的巴士的受益者。怎么说呢？就是我从搬到祈福的第一天起，都是以自己自驾出行这样的方式呢上班和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乘坐过村内或者村外的巴士，甚至呢也不知道这个村外的巴士啊，从当时几块钱，慢慢的涨到了，我也不知道几块钱，总之呢是翻了倍，没有错的。这样的这种价钱的变化，以我这么一个并不是这个村外的巴士的使用者的身份来谈对祈福村巴停止使用这样的一种惋惜呢，可能有些自作多情啊，或者呢就觉得有些可笑。但是我们就事论事来说啊，祈福新村当年的村巴啊，那可是一项创举。只要在广州生活时间比较久的啊，尤其生活在番禺的老百姓来讲啊，大家都知道，番禺的时代开启于上个世纪的1990年代。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1988年的12月底，当年以霍英东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的爱国爱乡的港商，他们呢捐资或者投资兴建了洛溪大桥，使得呢原本广州和番禺之间的这么一条宽阔的水道，应该称之为珠江的后航道，这条天堑呢被打通了。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投资，建设了这座跨越珠江后航道的大桥，才拉开了番禺发展的序幕，也使得广州的城区啊，再也不限于仅仅是老城区，而是有了一个和番禺以后呢还有更多的这些郊县啊浑然一体的契机。对于番禺的老百姓来讲啊，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必要与城郊的农民自居，而是堂而皇之呢，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广州市的正式的居民。从这座洛溪大桥诞生之后呢，番禺就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番禺这个古老了2000年的这么一个名字，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呢，焕发出了青春，并且呢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当年的改革开放啊，最早对祖国大陆呢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的，就是那些以香港、澳门，当然也包括台湾以及居住在海外的那些华人同胞提供的帮助最为实际和最为快捷。可以讲，当时是集国内发展之所及，利用他们身处香港等地这样的一个内外的窗口，不仅呢带来了资金，引入了产品，建了不少的工厂，
同时呢，也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内地。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为他们自身的发展，也为他们自身的事业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回报。但是不管怎么说，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甚至全国各地的发展，都有当年港人港商的巨大的贡献。也因为呢有这一份的感恩之情，所以我们对于如今香港的现状才会呢深感惋惜。当年呢，随着洛溪大桥的开通，番禺就诞生了一批知名的楼盘，也就是自成一体的，像一个小社会这样的居民小区。当时名声在外的就有像洛溪桥下的丽江花园和丽江花园对面的南国澳园等等楼盘。但是说到真正的自成一体，形成一种规模化社区的，应该当属像碧桂园、祈福新村这样的世纪大盘。甚至有一段时间，祈福新村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村，就是我现在骑行的这一片，从当年的不毛之地蜕变而成的一个宜居的屋村。有一次我在汉溪大道经过南国澳园的时候呢，曾经也发出过一些感叹。当年在中国这些屋村的概念呢，应该都来自于香港，有一些呢甚至就是一种复制，像丽江花园和香港的黄埔花园如出一辙。而且呢，当年能够形成这些大盘的这些屋村，无一例外呢都在番禺这样的郊区。所以无论是从交通还是其他的一些市政的设施，当然也包括学校、医疗等等呢，都是一张白纸。所以这些屋村呢，并不仅仅是担负着一个居住的功能，而且还要提供大家生活的各种保障。像祈福新村呢，应该就是一个佼佼者。从一开始不仅呢初建了这个屋村的商业的街道，在第一时间呢建成了高质量的学校，并且这些学校呢不仅仅是一个屋村的配套那么简单，而是请了国外的这些名师设计，引进了西式的教育的模式，也聘请了众多的北美的老师，也为居住在这边的村民呢建成了一座起码从外观、设施和整个的系统呢都是相当不错的祈福医院，使这边的老百姓呢生活在这个大的屋村里面，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的生活的需要，更是解决了大家后顾之忧。而且呢还让这边的家长能够让他们的子女呢在这边受到良好的教育。我自己虽然不是第一批入住祈福新村的居民，但是呢我正是冲着后面的两者，当然也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商业中心而来。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报道祈福新村呢，它是广州开了一个同时建有屋村内的穿梭巴士和屋村外的通勤的巴士两种体系的村巴的先河。我记得我来到祈福新村的时候呢，就在旧区的大门的外面，
就是它的一个商业街，因为呢遍布着各种餐馆，所以被村民呢简称是祈福石街。而在这条石街的对面呢，也就是现在的祈福的缤纷会的一期的这块地方呢，就是旧的交通中心。现在我正对的这个方向啊，就是缤纷会一期的这些商业街，而这个商业街呢，恰恰以前就是最早的村巴中心所在地。虽然呢，现在已经找不到它的踪影啊，已经物是人非，但是呢，祈福的交通中心村巴站呢，一直都没有消失，只是呢变换了几个地方。就在这些现在都是一家家的这个商铺和这个商业街楼上的这些住宅大楼的地方呢，之前早晚是最热闹的地方。那些需要上班的村民啊，他们都是走路走到这个巴士总站，或者呢坐村内的这些内线的 bus 来到这边来接驳到去市内的，有10来条线去到广州市各个方向、各个中心的商业区域去上班。根据资料显示祈福新村的村外的巴士呢，始建于1992年，到今年呢，刚好是整整30年。基本上呢，伴随着祈福新村的一个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通过村内和村外巴士的这种接驳转换，为村民提供出行方便的这么一个交通的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内的居民呢，购置私人车辆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渐渐的，巴士出行已经变成了一种配套，而不是一个主要的出行的方式。即便如此，祈福新村的交通中心村内村外的巴士呢，还是保持到了今天，整整呢30个年头。那么如今呢，它的一部分的功能，就是村外的巴士的使命呢告一段落，移行给了其他的更加专业的运输的公司来经营。而且现在的祈福新村呢，已经跟30年以前或者这几十年发展以来的情形呢大为不同。因为在30年以后，祈福新村呢终于盼来了地铁，有一个紧靠乌村的市广路地铁站，有了广州速度最快的高速地铁22号线的站点。我昨天呢，就是靠着这个22号线番禺广场到市广路的这一段地铁的搭乘，才得以在一个下雨天呢，顺利的回到家里。所以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祈福自营的村外巴士停止运营这样的消息其实倒并没有什么失望之处，而是一个寿终正寝这样的一件事，并且呢，
出行啊被一种更好的交通的出行模式所取代，有了更快捷的地铁，而且呢，村巴，尤其是村内的巴士系统，并没有受到影响。村外的这些巴士呢，只不过是换了一家运营的公司，照样呢存在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无缝对接的一个转换，并没有给村民呢带来任何的困惑，所以自然呢也不可能引起村民的不满，并且呢不会感到失落。虽然呢，据说啊，台风已经过去啊，但是呢，台风的余威还在。刚刚啊，迎面吹来一阵狂风，而且眼前的这个乌云啊，好像还是在蓄势待发，很快呢就会又一场大雨下来。所以看来呢，我也不能骑太久。尽快的回到家里去吧。30年啊，真的弹指一挥间。尤其是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最为黄金的岁月，大概也就这个30-40年。所以呢，能够在自己居住的这个屋村，看着这个自己居住的屋村的成长，生活环境的改善，感受时代的变迁，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处于一个什么地段，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不可能呢挑不出毛病，什么东西都是无懈可击。最重要的呢是看你的内心的需要，抓大放小。某些东西呢，不管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总的要有所放弃。突然发现啊，我已经骑到了四广路上，前面呢就是祈福新村的新的交通中心。这里呢将是祈福最新的交通中心，是综合地铁、村巴、村外巴士、港澳的巴士等等交通形式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交通中心。雨呢突然就下大了，我呢就快快的骑行回家，在这边呢跟各位朋友说一声再见，祝大家生活更美好，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和观赏，拜拜。